本来只是尚文家退婚，却意外揭穿了文瑞林的阴谋，还发现了拐卖幼儿成功洗白的女人犯。可惜从保镖那里并没有得到自己眼睛开挂的原因，而且回到家我才发现忘了退婚。我结束修行，只感觉身体里有一股气随着意识游走，我试着集中注意力将它聚集在脚上，只是踏出一步，却感觉脚下生风，一下跨出好几步的距离。当气息聚集在手上时，坚硬无比的青钢木凳居然被平整的切下一角。砰砰砰，有人在敲门，是特安局的赵引言，他拿出一个黑色的小本本和一把手枪。何小姐，你的证件和配枪下来了，拿着这个证件，你可以随时呼叫警方的支援。这把也不是普通的枪，是总部刚研发的驱邪武器，里头的密银制服子弹对邪祟有克制效果，我们也是刚换上。那个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不要用来对付普通人。我点了点头，对付普通人用流光拳就行了，确实不必用枪，除非遇到持枪的亡命之徒。看赵引言详细的演示了几遍手枪的使用后，我小心的收起了枪。对了，你的手机不通，我这次过来还有一个灵异事件，上面安排我们去看看，暂定为1级，事件代号鬼买人。这次灵异事件的委托人是本市的知名考古学教授，姓戴。然而他看我们的眼神却有些不满。特安局就派你们这2个小年轻来调查我的案件。赵引言有些尴尬的点了点头。我不是说过了，让他们派几个经验丰富的老探员过来，怎么派了你跟这么一个世袭小姑娘？你们这么年轻能顶什么用？老杨现在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？戴老，您消消气，杨理事派我们过来也是相信我们的能力，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证明一下自己。这位何小姐她证什么证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事情你们耽误不起，赶紧给我滚！让杨理事给我派几个靠谱的过来。戴教授，你是不是右手稍用力就会发麻？尤其是入夜后，但是去医院又啥都检查不出来。戴教授愣了一下，眼底浮现出一抹诧色。他头上的血条只有9点，后面有一行小字：百年恶灵缠身，右手麻痹，入夜抖动难止，并已入腠理。对考古人来说，手就是生命，无论是从古墓里取出古物，还是复原已经损坏的古物，都需要灵巧的双手。最近我这右手麻痹发抖的毛病，几乎已经为我的考古生涯画上了句号。这几天都只能做书面工作，对古物连碰都不敢碰。可是这件事谁都没有发现，连我老婆都不知道。这个小姑娘是怎么知道的？听说特安局里有不少能人异士，他们有着许多匪夷所思的本事。这个小姑娘莫非真的有些才能？那你说说，我右手麻痹是什么造成的？只怕是和这次的灵异事件有关，您还是跟我详细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其实我这病只是小事，更大的事发生在我儿子身上。戴教授老来得子，有个12岁的儿子，可是就在1个月前，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那天戴教授接到通知，某工地发现一座古墓。他到的时候，墓室已经打开，里面虽然雕梁画栋，但并不大，可见不是什么显贵，也没有墓碑或者墓志铭之类，陪葬品也少得可怜，只有一口朽烂了半边的黑棺，隐隐能看到里面躺着一具穿普通明代服饰的尸体。这样的明代古墓没有什么发掘的价值，他便让人直接回填。可是回来之后就出事了。当天他觉得特别累，在书房里就睡着了。迷迷糊糊之间，有人走了进来，对他说愿意用200两黄金买他的儿子。戴教授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别说200两黄金，就是2000两万两也不能卖。于是戴教授断然拒绝，但那人根本就不跟他商量，直接走了。醒来后，戴教授也没有当回事，以为只是一个奇怪的噩梦罢了。可是半个月前，我老家的房子无故塌了一方，修缮时居然在地基下挖到黄金，不多不少，正好200两。200两黄金啊，得有1万左右克数了，换算下来得有500多万啊！要是我那座破破烂烂的寿衣殿下也能挖出黄金就好了，反正我也没有儿子。戴教授，或许这只是巧合，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？戴教授的眼中浮现出了一抹恐惧。隔天方圆他就生病了，很奇怪的病。
在收到老家挖到黄金消息的当晚，戴方圆就做了一个噩梦，梦里有个古代装扮的人抓住他，说花了200两黄金从他父亲手中买了他。他醒来后就跟戴教授说，戴教授当时就感觉这是绝对不是巧合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儿子就一直做这样的梦，那个古代人牵着他的手在荒郊野外一直朝前走，戴方圆在梦中无法挣脱，每晚都被那古代人带着往前走一段路。到昨日，他们已经走到一栋大宅院前，甚至能够看到宅院大门前悬挂的2盏大红灯笼，还有门楣上写着阴宅2字的黑色牌匾。那座明代墓穴建造的就像一座大宅院，墓口也写着阴宅的石头牌匾。我和学生们当时还为了这个名字争论了一下，不知到底是坟墓的主人姓阴，还是仅代表这是死人住的地方。根据惯例，一般都会用姓氏来命名墓府，而阴宅本来就是坟墓的别称。这个名字不重要吧？然后呢？贵公子进屋了吗？就在昨天晚上，我儿子告诉我，他已经到了阴宅门口，今晚只怕门就要开了，那个古人会将他带进去。我有预感，只要他进了那座阴宅，就再也出不来了。时间紧急，我只能求到特安局老杨那里，让他派几个经验丰富、实力强大的老探员来。结果他竟然派2个。他一下子顿住，看了我们一眼，沉默了。我能见见戴方圆吗？孩子他妈带着孩子回娘家了，说去避一避，我带你去那个墓穴，你直接把那个脏东西给消灭掉不行吗？戴教授，这个案子一听就知道关键在你儿子的身上，不管他跑到什么地方，哪怕是跑到外国去，那个恶灵也会缠着他，跑不掉的。戴教授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动身去我老婆娘家。戴教授的妻子姓方，家里是做房地产生意的。我们刚走进方家大门，就看到方家别墅之内，一个穿着黄色道袍的男人正挥舞着拂尘，正在走钢步做法。拂尘被他挥舞得虎虎生风，颇有几分香港僵尸道长的风度。供桌上摆放着供果、铜盆和一只香炉。天圆地方，律令9章，无令下笔，万鬼伏藏。那道士念着五雷破霄正法，然后手指朝着铜盆一指，啪！铜盆里窜起一道火花，火花过后，铜盆中多了一张黄符纸。道长捞出那黄符纸，递给一个长相雍容的中年女人，正是教授的太太。沾水的符纸上有2道人影，是一个穿着古装、眼歪鼻斜的高大古人，紧牵着一个满脸惊恐的小孩的手，正把他往某个方向拖拽。是他，就是他，是我梦里的那个人，他要把我拖进阴宅里去。方家众人闻言都是满脸期待地望着他，眼中满是崇敬。戴太太更是眼中满是泪水，拿出一张银行卡。青云道长，求求您一定要救救我儿子，这里是50万，立马6个6，只要能够救他，事后我再给你100万。福生无量天尊，太太放心，我青云既然今天来了，就绝不允许这邪祟在人间作乱。待我祭出点手段，斩杀这只邪祟。青云道人转身又走到桌前，剑来。手中的拂尘忽然凝成了一把剑的模样，他用力朝着那盆中一斩，啪！又是一串噼里啪啦的火花，铜盆中出现了新的黄符咒。众人忍不住靠近一看，符咒上慢慢浮现出新的图形。那穿着古代服饰的高大人影倒在了地上，头颅已经被斩下，被拽着的少年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各位幸不辱命，我已经将那妖怪斩杀。方家众人见了都松了口气，戴方圆母子俩更是喜极而泣。青云道长，实在是太感谢你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外孙，他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方家无后啊。青云道长温和一笑，眼中满是得意之色。想要除魔，本来就是我辈应尽之责，只是今日确实也是辛苦，若是出了一点差池，只怕都会变得相当棘手啊。还好有惊无险啊，呵呵。戴教授眼神复杂地侧过头来看着我俩。2位探员，你也看见了。我径直走到青云道长面前，你要大祸临头了。此话一出，整个屋子都安静了下来，方家人都用看傻子一样的表情看着我。你是哪来的野丫头？怎么在这里大放厥词？一点都不懂礼数。
小戴呀，你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带？冲撞了大师，让方圆的出事了，你这个爹也就当到头了。戴教授没有说话，只是脸色也有些不好看了。你真的要大祸临头了。我清楚地看到这位道长的头上写着陈青云，血条22点，也就是比普通人略高的程度。这也就罢了，可他的名字下还浮现了一排小字，以江湖骗术营生，妄言降妖除魔，已被百年恶灵锁定气息，厄运将至。什么大祸临头？这不是我对付冤大头的惯用台词吗？那些走霉运的人，事事不顺，自然什么都会显露在脸上，哪怕是肉眼凡胎都能看得出来。这种人本来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冲撞了什么，才会这么倒霉。我上前这样一说，对方就信了4、5分，再加上我多年浸淫网络修真小说，各种专业名词一出口，3寸不烂之舌一通乱砍，很快对方就会对我心悦诚服。呵呵，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也跟我来这一套，简直让人笑掉大牙。哦，这位年纪轻轻的小道友倒是说说，我青云道人怎么就大祸临头了呀？你用江湖骗术来骗方家人，最多只是因行骗被抓起来蹲几天看守所罢了。可是你竟然敢说那只百年恶灵已经被你所斩杀，已经服了恶灵面子得罪了他，他怕是很快就要来找你报仇。青云道长脸色一沉，其他人都面露一色。这女孩真能说，青云道长刚才那几手我们都看在眼里，怎么可能是骗子？是啊，没点本事，那佛尘怎么能变成剑？还有黄纸上的小人，放肆！黄口小儿竟然污蔑我青云道人！刚才我斩杀恶灵，大家可都是有目共睹的。不是吧？你这些小伎俩，1000年前的魏晋时期就有街头卖艺的开始用过了，无非就是在纸上用白矾画人像，再将纸放在水中，人像就会慢慢显形。这种骗术连古人都骗不了，你不会以为还能骗到戴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吧？他们没有戳破你的谎言，是给你面子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大言不惭呢？我指了指铜盆里的纸，只要将这2张纸拿去检测，就能查出上面有没有白矾。都21世纪了，这点小魔术还有用？你以为人人都是酒漏鱼吗？方家众人见我言之凿凿，都面面相觑。戴教授和赵引言也觉得脸上有些发烧。真是有病乱投医，我刚才居然真信了。仔细一想，确实漏洞百出，还好没吭声，不然我堂堂一个考古教授，这脸就丢大了。虽然并不是太高明的手段，不过这姑娘能当场拆穿，倒是真有几分心智和本事。大意了，被他的这身饭头骗了，还以为方家从其他区请来了什么高手，搞半天居然是个骗子。完了，何小姐该不会觉得我这样的人都能进特安局？我们特安局是个草台班子吧？青云道长气得涨红了脸。你这粉毛丫头，居然敢诬陷我！我他妈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修道者的厉害！他手里的拂尘又凝成了剑的形状，直直地朝着我劈来。也许是修炼了流光拳的缘故，我下意识地将其引到头部，周边的速度看起来似乎慢了很多。我轻松地避开剑，运气道拳打在了他的肚子上。他痛得身体一缩，我就是伸手一抓，拂尘就落在了我的手中。青云道长一下跪在了地上，捂着自己的肚子，惊恐地望着我。我把拂尘外面的马尾毛一捋，露出了里面的短剑。众人都是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只是口头辩驳几句，没人想到这假道士是真动了杀心。我按了按拂尘手柄上的机关，那短剑又缩了回去。你别想碰瓷！我见他跪在地上不起来，立刻后退了一步，满脸都是警惕。你持刀行凶，我不过是正当防卫。青云道长一口浊气憋在喉咙里，不上不下，很是难受。你他妈的真不讲武德，来偷来骗，搞偷袭！如果不是我刚做完法事，身体虚弱，今天我必拿你记我道心。还给我嘴硬，好大的胆子，公然持械袭击特安局高级探员，等着吃牢饭吧你！特安局是干嘛的？听说是专门处理灵异事件的正规单位。前几天网上传的沸沸扬扬的建材街僵尸事件，知道吗？就是他们处理的。方家人这才回过神来，顿时大怒：你这丧尽天良的东西，我儿子都快要被恶灵给抓走了，
你们这些江湖骗子还来骗钱！爸，你到底在哪里请来这么个骗子？我在商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什么手段没见过，没想到现在年纪一大，还是逃不过老朽昏庸，冥顽昏聩，竟然被这种手段拙劣的江湖骗子骗了。这老脸真是有些没地方搁。保安，把这个骗子给我拿下，捆起来送去王局那里。2个保安一前一后就要上去拿人，院里的电灯忽然闪烁几下，气温巨降。庶子安敢欺我，当死！这句话是古文，意思是你个小喷子居然敢欺辱我，活腻了。一个古装打扮的男人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众人身后，让众人只感觉毛骨悚然，一时间都僵在那里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我也有点慌，他的血条足足有900点，血红小字写着600年恶灵已成鬼煞，耗时童男童女惊魂。这只鬼煞目光阴冷地望着众人，他长相普通，皮肤透着一股灰白，那是死人才有的颜色。他的目光最后停在了青云道长的身上，青云道长只觉得自己像是被毒蛇盯上了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吾之容颜本清俊，竟遭会作此般丑秽乖谬之态，实乃古墓之徒，其罪难换，当死！鬼煞右手虚空一抓，青云道长的身体仿佛被一只无穷的大手提到了空中，一阵黑色的火焰燃烧了起来。众人都被这惊悚的场景震惊得无以复加，一时间竟都吓得连逃跑都忘记了。青云道长的血条迅速的减少，身体也肉眼可见的干瘪焦黑了下去。我一惊，伸手朝他的血条点了一下，+7。青云道长的血条涨回了一些，火势似乎小了几分。鬼煞眼中闪过惊疑，微微皱眉，右手一握，火势猛地反扑，血条迅速跌落。青云道长的血量一下就清空了，身体也变成了一具焦尸，从空中跌落下来。我心中生出了一丝慌乱。之前我所遇到的那些灵怪，只要我在受害者身上加了血，他们的攻击手段就会失效。然而今天的这个却不同，他的攻击能让受害者持续掉血，哪怕我不断耗费自己的血给他加上了血，也会掉下去，攻击并不会消失。不愧是600年的鬼煞，果然难对付。方家人在短暂的惊愕之后，便是极度的恐惧，众人如梦初醒，也纷纷惊叫着逃命。方圆，你放开我的孩子！不知什么时候，鬼煞把方圆抓到了身前，他看向戴教授，露出阴恻恻的笑容。既将小儿授于吾，缘何如此吝啬？今吾携小儿去，勿念。他的意思是，既然你们把孩子都卖给我了，为什么现在又吝啬不肯卖了？现在我就要将孩子带走，你们不用惦记他了。戴教授脸色大变，朝着自己的儿子冲了过去。鬼煞身体开始变得透明，戴方圆眼睛往上一翻，身体一软就跪倒在地上。虽无对策，但是我已经来不及思考更多，只能脚底运气顺步上前，一把抓住。须臾之间，我已经站在一条阴森的林间小路上，面前赫然立着一栋古老的宅院，巨大宅门顶上挂着一块黑色的牌匾，阴宅。